瞎子太医被抓来给王后看病，王后毫无顾忌地褪去衣物，殊不知这瞎子太医可不是全瞎呀，他可是天越黑看得越清楚啊！太医一览无余啊，这是我一个身强体壮的大小伙子能看的吗？太医因为害羞，迟迟不敢伸手。王后一看着急了，扯起他的手放在了肚子上，给老娘摸啊！太医的手不禁有些嘚瑟，于是干脆闭上了双眼，最终完成了施针。果然针到病除。王后当即送给太医主管一份朝鲜王的赏赐。就这样走出王后寝宫后，太医总算是松了口气。如果要是被发现，他可是要掉头大。殊不知，正是太医的夜视能力，将他自己卷进了一场风云诡谲的宫斗。没多久，被清朝扣押8年当做人质的世子回来了，可谓是举国欢庆啊！然而只有一人不高兴啊，那就是朝鲜王。毕竟他们之前依附的是明朝，现如今明朝没了，又要改变政策依附清朝，如此的趋炎附势，让后代子孙如何看我们呢？这个不用担心啊，你们后代子孙也是如此啊。这还不算让朝鲜王生气的，在世子回来的当天，清朝使臣的马车直接在宫殿门口拉了一坨，这哪是拉在宫殿门口啊，这不是拉在我朝鲜王的脸上吗？更令他生气的是，在念诏书时，把朝鲜王贬得一无是处，反而把世子抬得高高的，这哪是来宣召的？这不是在打我朝鲜王的脸吗？很快，整个朝廷分成了2大派别，一是跟随朝鲜王的守旧派，二是想要拥立世子的革新派。说实话，一开始世子听说要弑父篡位时，还生气的把大臣赶出去了，甚至一度气得病怏怏的。因此，眼盲太医怂哥就负责起了世子的身体健康。果然，这一探针怂哥就看出世子啊，你这身体虽然有科技，但最关键的还得是心病啊！不要过度担心父子关系，国家大事重要，身体也同样重要嘛，避免抑郁成疾。一番精准的看病结果，让世子对怂哥刮目相看。世子赶紧让侍女打开窗户通风，谁知一阵风吹过，吹灭了蜡烛。黑暗中，怂哥的视力恢复，行针更加方便了。结果怂哥扎着针，就忘了自己是个瞎子呀。随即被世子看出不对劲，认为他是个宵小之辈，当即将怂哥赶了出去。然而就在怂哥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掉脑袋时，世子看到了怂哥写给弟弟的歪歪扭扭的家书，这才相信怂哥只是个太医罢了。最终，怂哥将自己眼睛的事情全数告知了世子。世子照顾怂哥，还送了他一个从清朝带回来的放大镜。一晚上推心置腹的讲话，让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。后来有了世子的赏赐，怂哥在太医院混得风生水起。可就在怂哥为此感到高兴时，这天晚上主管突然拉着他往世子宫殿跑，说是世子突然晕倒了。怂哥有点诧异，自己几乎每天都会给世子看病，怎么可能忽然晕倒呢？然而随着主管手忙脚乱的治病时，怂哥慢慢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因为他闻到了一股血腥味。这个瞎子看到了杀人现场，再看手里的棉布，哪里是擦汗用的，这分明是用来擦血的。瞎子吓得不轻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杀人的太医主管忽然转过头来，发现怂哥的眼睛居然聚焦了。虽然怂哥反应迅速，错开了眼神，但还是被主管看出了端倪。于是他一个银针朝着怂哥眼睛刺来，好在怂哥硬气啊，愣是没眨眼睛，甚至还向前凑了凑，这才打消了主管的怀疑。没一会儿，主管施针完毕，准备离开。怂哥看着七窍流血的世子，忍住了救他的冲动，跟着主管离开了。半路，主管让怂哥自己回太医院，自己则去偷偷烧了带血的棉布。殊不知，怂哥急匆匆地找到解药，再次返回世子宫殿时，对方已经凉透了。怂哥伤心世子离世，结果无意间发现了主管遗留在世子头顶的银针，他立刻取下，以便当作为世子报仇的证物。殊不知，此时的主管也已经发现银针不见，立刻找了回来。怂哥吓得跳窗逃走，结果意外划伤了腿。等主管赶到时，只发现了黑暗中的一个背影。主管想去追，半路却遇到了巡逻的将军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主管只能解释看到一个黑衣人从世子宫殿逃走了。很快，世子遇害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宫，朝鲜王哭得撕心裂肺，是要找到下毒之人为他儿子报仇。首先就是提审了主管和怂哥。主管撒谎说世子是得了痢疾死的，怂哥害怕被报复，赶紧附和主管的话，两人很快摆脱了嫌疑。于是侍卫们对王宫内的下人进行了一一搜查，找出腿受伤的人。怂哥眼看性命不保，但他感恩世子的知遇之恩，于是将银针和一封举报信悄悄放在了世子妃宫中。结果当他要离开时，却被世子妃堵在了屏风后。就这些玩意儿，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怂哥立刻下跪，表示世子对我这么好，我不可能说瞎话的。怂哥为了让自己的话有信服度，直接爆了马甲，表示他的眼睛在晚上能看见，甚至还拿出了世子送给他的放大镜，这才让世子妃信服，放怂哥走了。晚上，朝鲜王因为世子之死，半身麻痹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叫来怂哥施针时，世子妃拿着证物来告主管的状来了。谁知朝鲜王在听到有目击证人时，顿时变得激动起来，他完全没有要盘问主管的意思，反而不断质问目击证人是谁。然而就在世子妃即将要说出怂哥的名字时，怂哥立刻喊出声
我可以为主管作证啊，世子就是得利即死的。哎，世子妃一听这话纳闷了，不是你跟我说凶手是主管的吗？那不对了，再看朝鲜王的表情，世子妃瞬间明白过来，原来真正下令让主管杀死世子不是别人，而是朝鲜王啊！松哥也是刚刚在施针时察觉到朝鲜王反应不对，立刻猜出了真相。现如今真相不言而喻，朝鲜王自然不会放过世子妃，于是下毒刺死了侍女，然后扣押了世子妃。而与松哥有过一面之缘的小世子，听闻母亲的话，来太医院寻找帮助。小世子一下就想到了松哥。然而面对小世子的请求，松哥原本不想掺和进宫斗之中，可对于世子的感恩之情啊，很快就占据了上风。于是两人找到朝中一直拥立世子的大臣，让其协助。可大臣必须拿到朝鲜王杀害世子的证据，才能扳倒朝鲜王。这时松哥忽然想到，当初他给王后看病时，说是朝鲜王赐给主管一个东西。果然，松哥找来一看，里边居然是朝鲜王下的杀死世子的密令。然而大臣一看，这字歪歪扭扭，根本不是朝鲜王写的。可小世子看出了端倪，他见过朝鲜王因半身麻痹的病用左手写过字，这样一来，只要再得到一封朝鲜王亲自用左手写下并盖上玺印的字，就能让朝鲜王认罪。松哥大胆的很啊，表示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。然而朝鲜王毕竟是一国之君，想要不着痕迹的让他用左手写字，难如登天呐。朝鲜王快要瘫痪了，叫来眼盲太医给自己针灸，殊不知这人可是来要他命的呀！就在朝鲜王正要下笔写字时，松哥一针下去，直接让朝鲜王的右手失去了知觉。只听他哎呦一声叹息，换左手拿起了笔，很快歪歪扭扭的就写完了一页纸。然而就在朝鲜王即将盖下玺印时，太医主管跑了进来，大喊着：“松哥就是目击证人！”原来在勘察现场时，主管发现窗后面的脚印，还有个棍子杵地面留下的痕迹，这才意识到那晚发现他杀死世子的人就是松哥，于是立刻跑来揭发他。不过好在松哥反应快，立刻用银针挟持朝鲜王，命令所有人退下。最终松哥自己盖上玺印，跳窗逃走了。躲过追兵的松哥将字送到了大臣手中，一经对比，果然是同一人所写，于是立刻要挟朝鲜王退位，扶持小世子上位。谁知朝鲜王也没争辩，只是告诉大臣自己愿意当一个傀儡皇帝，到时候谁来掌权都是大臣说了算。此时令松哥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，原以为正义凛然的大臣肯定会拒绝，结果他答应的比谁都快啊，甚至和朝鲜王一起告诉了文武百官啊，世子就是得利即死的。最终折腾了一夜的松哥被送上了刑场，还是行刑的将军看不下去了，觉得松哥忒倒霉了，于是好心将他放走了。于是捡回了一条命的松哥彻底看开了，什么功名利禄在欲望面前是一文不值啊。于是他乖乖的和弟弟开了间医馆，几年间医治了无数人。而世子妃和小世子也因为朝鲜王的擅独自私惨死在了宫中。后来势力被架空的朝鲜王因为久病不医奄奄一息，宫里听闻松哥名号，将其请到宫里给朝鲜王看病。结果朝鲜王在看到是松哥时，立刻招呼侍卫护驾，赶紧护驾。可侍卫们根本不把他一个王放在眼里，没有一个动弹。最终松哥用曾经主管害死世子的方法杀死了朝鲜王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松哥这个白天看不到，只有晚上才能看到的设定还是很新颖的啊，但仍然忍不住诋毁一句啊，如此还原历史，韩国网友们同意吗？而且针灸这项医术啊，韩国网友不会又该吵吵是他们国家的吧？Goodbye everyone。